第一点，别太多了，那么嫩，你给我让我撩细哦。那个很嫩啊，不然切了老板会赔钱呐。放在外面发酵3个月，对，然后这样的东西会更好吃，对，比原来的还好吃。好吃。就是我们晒好了就是这样，像这样。哦，真的蛮像鱿鱼的哎，好酸哦。正笋配糜的，加糖，食这糖啊，较袂遐酸。这笋丝螺啊排骨汤，我要排骨汤，这恁第4单嘛，毋捌食过，捌的，这我第一个看。真正好食。其实竹子还有更多的用，包含吸管也可以。对，然后它这种是它是被压磨出来的，不是它本身就长这样，本身就长这样。对，真的看，你会当甲当做是牙刷，你嘛会当甲当做是鹿皮的，啊，不是鹿苍苍，或者鹿锅子嘛，都会。来到南投的竹山镇，顾名思义，这里呢就是一个生产竹子、过竹文化的地方。竹山人不只以竹为生，更以竹为傲。为什么呢？光是一个迎宾空间，它就耗资千万打造，这还不引以为傲吗？你看看，来，哎呦，哇，哎，哇，就在他老街旁有一个这样的地方，还看不出来是什么，是吗？飞上去。竹山指南宫可说是全台人气最夯的求财庙，主祀福德正神土地婆，每年约有800万香客前来参拜借发财金，借出的金额大约4亿，但信众还金高达7亿，让指南宫每年创造近3亿的发财金盈余。而庙方除了回馈乡里，更斥资4000多万打造迎宾厕所，除了以竹山的特产竹笋为造型，内部还有冷气与喷泉，难怪被称为7星级厕所。拜访完金笋迎客，来去看看好笋如何出头天。这应该算是全台湾最大的笋了吧？大哥，哎，你好，你好啊，阿伟家落来哦。哎呀，会使会使，好，哇，你这摆在创啊？挂毛的笋啊，麻竹笋。嘿。爱大大才会当挂，一定爱大才会当挂，还是讲咱做加工的是爱穿安尼起哩，安尼拢会使挂。这种就会使啊。嘿嘿。加工是做什么加工？我咧做毛竹笋加工。麻竹笋会当做什么加工？迄玉笋啊，玉笋，嘿，啊加香脆笋啊，香脆笋，啊咸菜笋啊，咸菜笋，笋干，笋干，啊拉面笋，拉面笋，啊佫会使做迄个，咱进前这种大部分拢出口日本的。出口日本。嘿，早期。早期日本人这么喜欢吃笋哦？对，他要吃那个笋拱，笋拱，笋拱啊，什么叫笋拱？我另外用给你看，好不好？好啊好啊，冲来看看啊！哦，就这样，太强了吧！你看看看什么叫笋拱？你怎么没头啊？还挂，啊，这么简单？哎，就要剩你，就要剩你。这都进来啊，这两支拢会使挂。这有人挂？嘿，我刚刚看到是这样而已啊。哎，不好操作。为什么你弄这么简单？你怎么弄的啊？哦，哦，是剁头哦。你有没有搭到底啊？哎，你这水，为什么我来都是这么难的？他说唔好剁就跌啊，我讲用刀尾，等下，我告诉你，嘿，刀尾，这样，你较以为这就使。哦，这样，哎，对，哦，就这样，嘿，这样会不会上面还是会不会太浪费？没关系的，龙川哎，怎么会不值钱？你们这边以前都是靠笋子哎。对。拢靠笋啊，咱讲竹山这两个字啊，哪来的是这样就在地啊？对，阮德山的地啊，有3大类：马祖、梦中竹、贵竹这3种，这3种都可以。南投虽然不靠海，
但当别人晒洗鱼竿，竹山人则晒洗笋干。南投县竹笋的栽种面积约有2100公顷，而竹山得天独厚的气候环境，冬天有梦中笋，3月有桂竹笋，而每年5到9月则是麻竹笋和绿竹笋的产季，可说是一年四季笋香四溢。大哥，像这样的大小是可以割的了。可以。啊，它割完以后，它会重新从这里再生吗？我用给你看。好。这个有没有？哪里？有个结。嘿。哪个结？我们这里没有钩嘛，它这有一个结。对。它会从这个有没有？这里。哦。看到了。上面嘛。它下面这个才会再长。它就有一个凸凸的点，它就从那个凸点再长一根笋子出来。啊，你如果不去割，它就长成竹子。对，啊，这里就不会长。啊，这里就不长。哎，不是，我的意思是你这一根割掉以后，它会从这里长竹笋。对。啊，你竹笋如果不割呢，它就长成竹子。哎，对。哦，懂了。这个差不多5天了啦。我们上一次割差这样嘛。对。啊，今天来。5天就这样呢？嘿，啊，割起哩，割5天，割较紧啊。哇，竹子长这么快！大哥说，麻竹笋喜欢温热多湿的环境，所以在高温的夏季，雨量充沛时，一天长个15到20公分是很正常的现象。而麻竹笋俗称大胖笋，因为体积大又笨重，为了减轻重量和体积，采收后通常会在竹林间就地剥壳，剥壳后笋的重量约可减轻10%到15%。看大哥单手拿刀，单手持笋，帅气的划上几刀，再来个翻转，麻竹笋瞬间光溜溜。这招我一定要学起来。为什么你可以这样一次就剥掉哈？啊，我还要分这么多时间。这里嫩的，哎，这样太嫩了，太嫩了，太老了，这里。这样，哎，然后这里是要削掉的，卡要注意啊。好，可以啦，有啦，我有在看，我这么揣无伊的，哦，你这，还搁一讲，加个一讲，哎，搁一讲起来，太嫩了啦。啊，这里，哎，你脚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要放在那里，我怕。对，好，这样，对，啊，这个要再打掉，这打掉。打到旁边，哎，对，这样，哎，这样，这不用削了，这边你没有打掉，没啦，你无多啊，你哪对这准呐？我是啊，我做几年啊咧？你做几年啊？做30几年。30几年，啊，唔就剩差不多5、6岁啊开始做。哎呀。麻竹笋因为对土壤的适应性高，少有病虫害，不需施肥，也不用投药，而这些脱衣秀取下来的笋壳就成了天然肥料。而采收笋之后所留下来的部位，明年会在左右两边分别再长出笋子，就这样生生不息地传承下去。直接不用怕，把它削掉。别太多了，那么嫩，你给我让我撩细哦。那个很嫩啊，不能切了，切老板会赔钱呐。这里。no。其实竹子还有更多的用，包含吸管也可以，吸管也可以。对，然后这种是单，它是被压磨出来的嘛？不是，它本身就长这样。本身就长这样。对，真的看，你会当甲当做是牙刷，你嘛会当甲当做是卤皮的，啊，无是卤汤卤啊卤锅子嘛，拢会使。台湾第1点。大哥，我敢袂当打单，拍单好啊，好无？啊，袂啊，你搁多工定加工。哦，对，哎，这个，你来录下，再等下子我等下来啦。哦。
我可以。我扛在上面平的地方，你再扛。我可以，好，我可以。对，我像条。为什么人家在扛这么轻松，我在扛这么狼狈啊？啊，怎样？我扛上来了，比较平啊。哎，对，这是隔行如隔山呢。我天哪！缺氧哎，这重训哎，天哪，多轻松！对啊，那么轻松。哦，大哥，这马那只几斤？来，你看，那有，我拄只挨起来上少50。无咱带这来帮。哦，哎，这个很恐怖哎！我一般去登山溯溪，我身上背20公斤，我已经觉得很重了。这个下去，这个还平地太哦，恐怖了吧？还没带你去山上爬黑有无？哎，大哥，你知道我的兴趣不是这个，我的兴趣其实是主持、演戏，然后偶尔有点唱歌这样子。啊还有要有点吃的。哦，对，要吃的。哇，好，行，挨起来，我先挨起来等你哈。这，真的，谁知盘中笋片片皆辛苦，因为竹林大多种植在山上，笋农们为了减少搬运次数，每个篮子都要塞好塞满，至少50公斤起跳。大哥说，麻竹笋在采下的那一刻就会开始老化，所以要赶快送下山处理加工。大姐，我们这要怎么分？这不是拢讲一种笋贡吗？不一样。这个有白的，就是它有那个头的，我们就是做那个酸笋丝。做酸笋丝的。嘿。那你要怎么切？如果做酸笋丝？做酸笋丝的，就是我们把老的稍微修一下。哎。好。把老的切掉。嘿。然后放一个篮子。哦。所以有这种的，就是把它削掉，好的削掉。就是老的就我们老的就稍微修一下。哎。好，修一下，把老的修掉。对。然后剥开来，因为机器没那么大，那个口没那么大的时候，我们要切小一点。哎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可以，这样可以。然后切一半。对，切4等4等份。4等份。对，切4等份。这样。哎，对。其实也不老，蛮好切的，很嫩啊，这样就好了。对，这样就好了。丢里面。对，丢里面。哎，其实不老，其实蛮嫩的啊。它怎么会分变成老的？因为早上来的笋子都很嫩啊，你如果说让空气这边晒的话，它就会水分脱掉了之后，它就会变老。哦，这边有做哪一种？有一种叫做酸笋丝，对，然后还有酱笋。酱笋是哪一种？酱笋就是这种就是圆的。这样。对。它呢？然后一样，如果说前面有老，我们还是要把它切掉，然后分成小等份。对，其实我看不出来哪边老。我教你一个方法，白的这边是嫩的，对，比较绿的这边就是老的部分。这样，把老的先削掉。对，这个就是直接这样子切。我直接切掉。对，直接切。对，直接切。这个分几份？分成5公分，5公分这样子，分成6等份。5公分5公分，这样。对，5公分5公分。对，5公分。它要丢哪边？就是丢这边，丢这边。手里。好吧。这里。好，给我。这样我就会分了啦。这个就是刚刚那种嘛。对，是刚刚那一种。对。开始喽。这种老的直接不用怕，把它削掉。切太多了，那么嫩，你给我让我撩细哟。不是说老的把它削掉。对啊。可是你会觉得老吗？你削是不是很顺？可是我刀力。对呀，那你削太多了。削太多了。对啦，一点点就好了啦。是因为我想说这里面还这么厚，我想说这应该是不要的啊。没有。能要的。要，就像我们这个有时候看的时候很像我们的胡须，有没有？胡须这样子比较那个的，一点点。哦。那个很嫩。哦，其他要留着啦。对啦，不是削那么多啦，削那么多到底是谁啦？哦，削这么多，谁呀？好，我看一下，
这个叫春熙。对。那我们刚刚还有说做酱笋的啊，还有在做什么？这边笋贡的部分，咱的笋贡就是春熙、笋干、酱笋，还有香脆笋。香脆笋，哎，4种。对，就4种。哦，4种。对，那个很嫩的哦，不要再切了。嫩的，我还是不要碰好了。嫩的地方是白色这边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是不是有青青的？对，这就是农民他没有削好，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青青的切掉。这也不用削啦。对，要这里没看到。哦，对，对，要稍微那个青青的要把它削掉、切掉。一点点就好。对，一点点就好了，不然老板会。好了，来咱撩戏，你要看海哦。由老板娘领军的婆婆妈妈加工团，各个快刀斩笋，将老化及受伤的部位切除，以免影响成品的品质。如果用途来分，马祖笋可说是最多变的魔术师，因为它的笋管宽厚，肉质也比较粗，最适合拿来加工笋干、笋片、酱笋、笋丝等，都是它的魔法大变身，让大家一年四季都能品尝到美味的竹山特产。所以这个就是把它这些比较老的削掉。对，这一只算是嫩的，就不用削了。不用削的。OK。它为什么要捅？因为你没有跟它用送的话，它热胀冷缩，它里面那个膜会脱掉，那个肉就会我们拔开的时候，肉就会跟着起来。就是外面这个里面这一个那个。好，那这个放哪里？放那边。篮子那个。哎，对。那这些是要做什么？这里的。这金的从这里没有，从这边这个这里的要做什么？这边小一点的，我们就是做笋干。笋干就是在这里。蛋对。好，接下来这个是老的，就切掉。切掉。对，这样切。No， 太多了。哦，从这里。多的对，要靠。又错了。这个是不要的。哦。是不要的。啊，这些是要的。对，这是要的。你看。你刚刚这个切太少了一点点。切太少。所以你刀子拿歪的，所以这边没有切。我这样没切到。对。哦，把这个捅。其实我真的觉得，现在孙娜都已经很新鲜了，为什么还要做加工？因为他来的话，你看分这么多部分加工，一只毛地笋叫倒滴，还做这样的加工。对啊，因为你早上来的就很新鲜很嫩啊，可是你放到了中午的时候，它就会老掉啊。对。所以说我们要赶快的把它处理，然后赶快把它煮起来，煮起来。对。煮以后你要做哪些加工？煮了以后就看客人的需求啊，我们可以晒笋干啊，晒人家所谓的那个山鱿鱼。山鱿鱼是啥？笋粿饼。我不知道什么是山鱿鱼。老子要切掉，那个不能吃。这里啊，这里。对。我真的觉得以前的人实在很厉害哈。竹山人到底怎么加嘛？对，竹山人到底怎么发现的哈？竹子，然后你还要靠加工才能保存它最新，而且厉害咯，用保存的技术，然后保留完原来最新鲜的味道，而且它是靠过加工。然后你说这两种吃起来会不一样？这打坏我的三观呢。等一下尝试看看就知道了。好啊，我先帮你做完。好。那个很嫩啊，不能切了，切老板会赔钱哦。这里。No， 不要了，那只就不对，那只就不要了。不然老板请你的话会赔钱哦。看起来不嫩啊。很嫩，它很嫩的。太难了，实在太难。哦，这都老的哎。没有，这个的笋子不一样。这个笋子不一样。为什么这什么？你再拿一只起来，我跟你讲，你再拿一只起来，为什么不一样？来，你看它的两个颜色一样吗？不一样啊。对呀，这个是马祖笋。这马祖。这是甜笋。这甜笋。这是甜笋。你要不要试看看？好啊。来。你用舌头舔看看。
不会害你的。放在外面发酵3个月，对，然后这样的东西会更好吃，对，比原来的还好吃。好吃。就是我们晒好了就是这样，像这样。哦，真的蛮像鱿鱼的哎，好酸哦。台湾第一点，不会害你的。哎呦，可以吃吗？你咬看看了，你不要吞下去，你咬看看就好。不会啦，可以的，它没有。我只是要看你吃它的口感，它的味道，甜的对不对？是，是不是？好吃哎。那这个，那苦的哎，对呀、甘麦公扣啦，甘啦。对啦，它就是那等一下低哎，那为什么他会采到这个不一样？它都放在里面。啊，因为有的农民他吃不完，嘿，他就会放几根，他吃不完他就放几根，就跟着。那这怎么办？一样啊，煮啊。也一样煮。对呀、那这个不用切了啊，不用，但是这个有青青的，这个有的我们要把它，削掉。要把它削掉。我们在做加工的时候才不会这样子那个卖相不好，对，卖相不好。这样就可以了。对，那就可以了。对。哦，原来是安呢，啊，这也不用，这就是以为嘛。对，就放它这样。整理完麻竹笋最鲜嫩有价值的部位后，紧接着就要将它们调放到水槽里准备蒸煮，去除笋子的腥味和苦涩味。来，不要多了呀，来，我们倒下去，我们要煮了。这要煮哦。对那这要煮多久煮让它膨胀起来，大概然后再40分钟。 ？40分钟哦。对对40分钟，还好嘛，满工出哪里？但是我们第一波大概就是要2个小时。第一波要2个小时。对，用的时候是大概是2个，煮的时候煮到好大概是2个小时。哦。我把它排好，然后等一下要盖起来要煮，要把它盖起来，然后对，对啊呢。对，然后旁边压木头。木头。对，旁边压木头。哇，这，安呢？对。哦。然后这样煮，你说要煮的，第一次要煮2个小时。对，大概2个小时。 2个小时煮完之后呢，它会缩回去吗？不会，它这个会等一下会有蒸汽会膨胀起来。对。然后膨胀的时候开始计时间。对。40分钟。膨胀40分钟。然后就是掀开来吊起来。对。然后再去腌。对。然后隔天再吊出去，再放在桶子让它自然发酵。自然发酵。3个月。3个月发酵3个月。对。放在外面。对。这么强。 然后这样的东西会更好吃，对，比原来的还好吃。好吃，我不信。好，等下试试看看。当空气中弥漫着像玉米刚煮好的香味，就代表笋尾杀青完成。接着就可以将它们吊挂出来静置降温，隔天再吊挂到户外的大型发酵桶存放3个月。 发酵桶里除了笋尾什么都不放，唯一的添加物只有时间。让熟笋在密封的桶子里浸泡在自己分泌的汤汁中，厌氧发酵，等味道变酸，质地变软，就可以拿出来做日光浴。竹山名号响叮当的笋尾片，也是外人口中的山鱿鱼，即将登场。 所以就是用这样已经腌好的来做是吗？对，腌好的，把它剥开来，嘿，然后接下来要做什么？要晒呀。晒多久？晒大概5至1个礼拜。也看天气。对，看天气。哦。哎，借我玩一下，借我玩一下。好。这个应该没有那么难吧？试看看。他这样，来到做笋子一直被打枪，你看。从这边。对。这样。然后用我们的手指头从这边把它放开来。
对，哦，好香哦。香吗？嗯，很香的味道哎。对，酸酸的味道。这边。对。然后把这个削掉。这个。这个。哎，对。这个。对。这样。对。安呢？对。然后再把它翻过来。翻过来。就这样。对，把它顺一顺。对，给它抹皮。哦，我比较适合做山油。以前的人到底怎么发现的啊？奇怪哦。那我都话很像你呀，像就你啊。而且居然还会发现保存的会比原来的东西好吃。对呀。奇怪了。就是保存的加工过的会比原来的味道不一样。嗯。呵，搞定。搞定，好，我们来晒喽。纯天然无添加的笋尾片，大姐坚持古法，只用日晒，就是为了那金黄的色泽以及独特的笋香。即使随着科技进步，机器速成烘干的笋尾片越来越普遍，但总是少那么一点点阳光的味道。就是我们晒好了就是这样子，就像这样子。我真的蛮像鱿鱼的哎，好酸哦。真很酸，啊，蛮像鱿鱼片，哇，其实蛮好吃的哎。我真的空麻一定就有加，除了空麻还做过什么？空麻还做过什么？因为晒干的都是空麻了。空麻，然后它有晒半干的，我们可以煮鹅汤、鹅肉，哦，可以煮鹅肉。我懂了。像那个卖人家卖鹅肉的旁边有一些那个笋子，有没有？哎，就是这种哦，懂了。这个是半干的，不是全干的。全干的话就是空麻了。对，的味道就是不一样。水。再来讲话买啊，到底它加工过跟原来没加工过的笋子有什么不一样？好。染上了阳光般金黄色泽的山鱿鱼，难怪是笋干中的精品。在地古早的妈妈味有多好吃呢？准备开动喽！那净笋先加，净笋配梅，啊你也加净笋配梅，这种最好食的。加糖，食这糖，啊较袂遐酸。我第一次这样吃。哦，酸啊！哦，哇，不错嘞哈！哇，这叫净笋炒卵。净笋炒卵，看买爱，就是用这个净笋来炒卵。好喝，咸香度刚好。净笋炒，这就是阮带出的迄个麻蝶笋。麻蝶笋做的净笋。啊，这个这个山鱿鱼。山鱿鱼在做的。落风的风笋干，这大风。哇，好吃哎！这真的很好吃啊。你们在都市里面很少吃到。基本上我们会吃到就是笋干都有。这笋干对啊，但是你是说人家说这个叫山鱿鱼，我也是第一次来这边，我才知道它叫山鱿鱼。它长外形真的也蛮像。我们说的是笋尾片，这真正好吃。恁伫市内这边大风，爱等过年啦。重点我都要介绍它，到底你们会不会煮？怎么煮？浸水啊，浸一天，搁爱烂盐啊。搁爱烂盐？系啊，要发入起来，甲上尾关搁烂盐搁浸啊。这么麻烦哦。就是安尼啊，唔知恁伫市内时过年才食到这味。阮这种是拢无加的，我这种传统用日光。恁拍起来，咱离食到迄个阳光的味道。好吃，是真的好吃，真的不错啦。甘丁。城市里面的人要吃到这种很少啦。安怎讲？因为恁拢袂晓煮嘛。但城市里食拢食这调味笋。调味的，加工过的。这笋丝蚵仔排骨汤。蚵仔排骨汤。这恁伫市内嘛毋捌食过。唔捌嘞，这我第一个看到。所以讲恁食泡饭真正好食，来食。这生西真的你是辛苦，还好你有回来接，要不然我都吃不到这些东西耶。传统料理啦，不过恁要食到这传统的足少的。就觉得这个真的很好吃，这个用炒的，这个新鲜的很好吃哦。对。哎呦。哇，早上现采的。慢慢吃啦。做几工啊？我迄羹迄40几斤的，要甲补上来。
就无啦。我来讲，个规人的人拢60几起，啊，你个40几起尔，少年人。麻竹笋是一种健康而富含纤维的农产品，但传统制作流程繁琐，需要投入许多人力和时间。但是为了让当地的笋农在产季时鲜笋有个销售管道，即使时间被笋苗绑住了，大哥一家人还是会一直做下去，守住这份古早味的好味道。品尝完笋干中的精品，竹山还有哪些令人惊艳的竹鸡呢？来去街上看看，竹子如何让小镇翻转。这里呢是竹山的台西客运，曾经因为载客量太少，它面临了停驶，但现在还因为竹子又找回了人潮，而人潮来的不是为了要搭客运，为的是，就是为了这个啦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竹子做的冰。其实竹子还有更多的用法，包含吸管也可以，对。然后这种是它是被压磨出来的，不是它本身就长这样，本身就长这样。对，真的看，你会当甲当做是牙刷，你嘛会当甲当做是卤皮的哈，啊无是卤苍苍，卤锅子嘛拢会使。台湾第一点，知道这是什么吗？竹子做的冰。因为了有年轻人愿意回到竹山来，然后承接了竹子的产业，让这里充满了满满的文青气息。现在的台西客运很文青。哇，好喝啊！台西车站过去曾经是竹山居民前往斗六必要的交通工具，随着时代演变，客运面临停驶。还好有了文创产业加入，将候车亭改造成为复古的冰果室，2楼闲置的司机宿舍，更充分运用竹子，从产地、餐桌到空间，都是在地的竹元素，让游客100%与竹共餐。竹子不仅挽救了老车站，连即将倒闭的工厂也能起死回生。你好。听说你们这边很厉害的是当然竹山最厉害的是竹子。对。然后听说您又是把您家里的工厂原来是做什么？我们家是做棒。所以以前棒针是用竹子做的，对，而不是用木头做的。对。然后到你是第几代？我是第3代。第3代。对。然后开始转型，因为那时候就没有订单了。听说您最厉害，从转型是那个，对，让你们家翻转。对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是对牙刷。当初那时候开始做牙刷的时候呢，其实也是跟我们家里面有一大段的就是沟通啊、争吵啊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时候就觉得说，这个东西怎么有办法刷牙？因为那时候我做好之后给我妈看，我妈就拿着这个东西就说：“你别录皮嘛。”其实恁母也讲嘛无唔对，对，真的看，你会当甲当做是牙刷，你嘛会当甲当做是卤皮的哈，啊无是卤苍苍，卤锅子嘛拢会使。哇，好酷哦！它这个是什么毛？它前面的那个我们在开发的过程的时候呢，其实一开始是用这个尼龙刷毛，一般都是用尼龙刷毛。对。然后后来因为开发的过程，开始有人给我们很多资讯，就说你的牙刷呢，台湾1年消耗掉1亿支的塑胶牙刷，如果把它排成一条线的话，环绕台湾海岸区17圈，所以是一个很严重的污染。所以看有没有机会把它开发成100%可以被自然环境分解的牙刷。这支竹牙刷不仅是全台湾第1支手制竹牙刷，更让嘉宏成功翻转了家中面临倒闭的竹产业。当年已经拥有30年历史的竹艺社，因为产业没落，由9人工厂变成只剩1位员工。嘉宏接手后，将竹产品精致化，成功让工厂起死回生。吸管，哇！我跟你讲，这种吸管我说实在的，
我呢现在宁愿出门哦，有买饮料啊什么，我比较习惯。但是如果说用这种吸管，唯一有一个麻烦的一点，是你要清洁它的时候，你怎么清洁？清洁它的时候，其实我们都会附一个这个，我们整个 set 里面是有一个这个羊毛的刷子，对，然后你用完之后，你就可以稍微刷一下，对，刷一刷，左边右边刷一下，把它转一下就可以了。哦，懂了。哇，就对了，对，环保还是要付出一些心力。对，我们那时候刚开发吸管的时候，想一支卖，我不知道卖到民国几年，大家都认同这个理念。对。然后那时候呢，我们就通过线上的募资平台，然后让大家一次性的了解到说这个吸管它代表着一些什么，因为台湾1年消耗掉31亿只塑胶吸管。对。如果把它排成一条线的话呢，它大概可以换到9球。对，3.5圈。对，那这个的数据也是跟我们讲说其实塑胶吸管也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。是，所以我们希望透过像这样子，它是多次性的。对，多次性的使用这个吸管，让民众可以了解到说，如果可以使用多次性的话呢，那我们就可以避免一次性的吸管。所以透过这种议题式的，让我们的竹子它反而有更多人去看到说，其实竹子还有更多的用途，包含吸管也可以，吸管也是可以。对，然后这种是它是被压磨出来的吗？不是，它本身就长这样，本身就长这样。对，这个竹子它是箭竹，箭竹的，就是箭竹笋，箭竹笋的箭竹。对，箭竹以前是被原住民拿来，它切下来之后，它烤过，前面削人尖烤了以后，真的是拿来当箭。对，拿来当箭烤过的。对，然后结果它后来最热卖的是箭竹笋，就箭竹笋。对，以前比如说拿来当，因为现在没有人在打猎，很少人在打猎了。对，就没想到你不会被弓箭不这里孙那里。对，在他小时候给那个撤掉叫孙那。对。哦。哇！而且我发现你的这些设计，这些都你自己弄的，对，有台湾黑熊，然后还有很多海龟啊、金鱼啊，主要都是一些台湾的特有种，还有台湾的一些海洋生物。你是因为你是竹山在地？对，我住在地。你知道竹山都不靠海，四面不海。对，所以你应该很喜欢海。对，越没靠近越喜欢。哇，好酷哎！竹杯，对，竹杯，杯子而且用编织的时候，它是很精神。哇！大家介绍一下，它这个是用刚刚是那个是箭竹，吸管是箭竹。这个呢？这个是桂竹。桂竹笋，对，桂竹，我们常吃的桂竹笋的桂竹。对。哦，用桂竹下去做的，3年不要砍，它就可以变成。3年啊？有一种竹子不是最粗最大的那种？有巨竹，然后经常使用的是像刚刚牙刷说梦中，这几个都是比较大的。那我可以拿来当锅子吗？这里也有哎。对，这里有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梦中竹。哦，这梦中做的。对，梦中竹，它是比较大。哇，你都是做的哦，对，右手这样。好酷哦。对。你真的很凹豆咖哎。因为就是跟兴趣有关系啊。真的。竹子有你这样的人，真的太厉害了。他又在被发扬光大了一次。要不然我们本来的竹山，竹子最多以竹文化、以竹食物为生的一个地方，一个小镇。但后来对于竹子的使用开始降低了以后，这个小镇好像就没有当初那么的风光了。对。然后竹山，你会想到什么竹子？但没有，现在有竹子，你后继有人。嘉宏说：“经营自己的生活，就是在经营品牌，把生活过得丰富，品牌也会变得丰富。而热爱户外活动的他，喜欢从生活习惯和兴趣去发想，再把这些想法融入到竹产品中，不知不觉，日常生活中已随处可见竹鸡。”你说这个是梦中竹的？对，梦中竹。然后你把这个梦中竹，这是你们做牙刷的材料。对，这是做牙刷材料。这怎么做？你用这个？对，早期这怎么做？我们刚开发的时候啊，你仔细看一下，它其实就是一个半边的牙刷的形状，一半的牙刷的形状。嘿。然后我们就是夹一边，一个阿姨夹一边，然后她车完之后用这个刀子车嘛，刀具车完之后呢，换另外一个阿姨。再车半边，就照这样做。上来的话，再过来的也把那对给行。行，气功买啊！现在已经没有用这个做法了，不用这个做了。对。我本来想说，这个如果有这样的话，可以装这能生产几只？对，一天的话，早期就一天2个阿姨，一天只做1200只。2个阿姨一天只能做1200只。对，但是他们要磨3天。哦，难怪。那当初你
一根牙刷要卖多少钱？那个时候，那时候从100块到180块都有了。对，但是你要想，他一只讲阿姨这样子，每根要一直磨，冲破啊，过来磨3缸，对，过来磨3缸，因为他洗下个嘛，啊不，你干嘛帮家来啊？哎呀，人工已经这么少了，万一这2个阿姨不做怎么办？对，所以我们就是要一直精益的求精，所以我们就是开始去思考到说，怎么样让牙刷可以量产，对，可以真正的量产。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开始研究，包含怎么样把机器导入这种传统产业，这样子。所以我们就是后面啊，你做起来OK。台湾第一点。它整个就被磨好了哎，你摸摸看，这个那个倒角已经很顺了。它也把倒角也都倒好了。对，那最后它丢进滚筒里面滚过就可以了。滚筒你再把它滚干净就滚过就可以了。对，因为这个毛边嘛，所以毛边还是要滚过。要不然其实以往你要做到这样，就要花它1倍的时间。对，不止1倍，阿姨要磨3天呢。厉害，哇！嘉宏说，当初竹牙刷从样品到正式上市，花了他1年的时间。为了增加产能，去年才又研发出全自动的生产机器，而制作牙刷剩下的竹粉废料收集后，还能成为田里的有机质，可说是100%利用。竹牙刷看似平凡无奇，蕴含的意义却一点也不简单。你知道做生意啊最厉害的地方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是什么？就是强碰。对，就是说你们在做这行很强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我们节目台湾第一等也很强。哦。当我们2个碰在一起的时候，就是爽到的就是你了。想要吗？想不想要？送你啊，好不好？来雕。好。雕起来。直接雕起来。雕起来。对。哇，客制化哎。对，客制化。想要雕什么都可以哈。对，没错。对，那就帮我雕那个台湾第一等。好，那雕了。好。这么快？来，一瞬间2秒的事情而已。台湾第一点。哦，漂亮。好，那牙刷也要来雕一下。牙刷也雕一下，好，让大家知道你用的吸管会是拿到的话会是哪一种，好不好？可以。来。哦，一瞬间的事。台湾第一点，对吧？哦，用这个应该就很会刷牙了。没错，刷牙救地球。好，把它整个雕出来吧。好，酷哦。嘉宏用年轻人的力量守护家中3代的老产业，这种努力不懈的态度，不就是台湾第一等的精神？刷牙喝饮料也能成为一种时尚态度。台湾第一等，请大家一起来当无素之客，友善我们的环境，为地球尽点心力。哇，全部都是竹子的哎，所以平常的时候也就像现在这样，自己坐下来找个地方喝杯咖啡，很 chill 这样。对，这是一定要的，在地人的小确幸。你说你原来是在台南，对，然后台南现在回到了竹山，对。那这一段时间你回来多久？我大概回来已经10年了，10年的时间，10年的时间，10年。那10年的时间，你从竹子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大自然的变化，因为我常常在听你讲说这个环保跟碳排放，对，也就是说你尽可能的就从自己做起，对，像是以一个垃圾来说好了，我不期望你把别人的垃圾捡走，对，不期望说你一定要去海边做什么义工去捡海贝捡，没有，你只要自己不丢就很棒。对，不要制造，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已经很棒了。其实现在的生活，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真的在你繁忙的生活当中，跟你忙碌的生活，你有很多持续什么事情要做，这件事情其实是开始变得有难度。对，但如果你愿意做的话，我相信都还是一样做得到。
等一下，我们先从喝一杯咖啡就可以开始了。哦，好舒服哦。竹山呢？对。哎，真的放眼望去都是竹子哎。对，都竹子的，竹子居多哎。竹山过去因为竹业发展风光一时，但也因为产业没落，变得乏人问津。现在的竹山变得有点潮，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乡创业，为竹山注入新的活力，集思广益，让小镇荣景再现。竹山人以竹为生，以笋为傲，好笋果然能出头天。看完了今天的节目，有没有什么获得呢？如果有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开启小铃铛。